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堪称了解日本文化、社会与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菊与刀》。这本书的作者是鲁斯·本尼迪克特，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在人类文化的浩瀚星空中，日本文化就像是一颗独特而璀璨却又令人难以捉摸的星辰，它既有着精致典雅、象征着美好与高洁的菊文化元素，如茶道、花道等艺术形式所展现出的细腻与优雅，又有着令人胆寒、象征着武力与霸权的刀的文化内涵，从古代武士道精神到近代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坚韧与残酷。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性，让日本文化充满了神秘色彩，也让无数想要深入了解它的人感到困惑。而菊与刀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深入理解日本文化的大门。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日本文化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透过它审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了解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对于我们在国际交往、商业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可以避免我们因文化误解而产生的冲突，帮助我们更好地与日本建立友好、互利的关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索尼公司曾经是全球电子行业的巨头。在20世纪80年代，索尼决定进军美国市场。当时，美国的电子产品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许多美国本土企业都对索尼的到来充满警惕。然而，索尼却凭借着对日本文化中匠人精神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他们生产的随身听 Walkman 以其卓越的性能和独特的设计迅速赢得了美国消费者的青睐。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索尼的管理模式在初期并不被美国员工所理解。日本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忠诚和长期雇佣关系，而美国员工更注重个人发展和短期利益。如果索尼没有深入了解美国文化，并对自己的管理模式进行适当调整，很可能会在跨文化管理中遭遇重大挫折。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在不同文化交流中，文化理解的重要性。而菊与文刀就能为我们提供这种理解不同文化的深刻洞察力。那么，为什么日本文化会呈现出这种菊与刀交织的独特面貌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心理根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菊与刀的世界，探寻其中的奥秘。一等级制度，社会秩序的基石。在日本，等级制度是社会结构的核心。从古代的幕府时代开始，日本社会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划分，包括天皇、贵族、武士、平民等不同阶层。这种等级制度并非只是简单的权力分配，它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了人们的身份、地位、行为规范以及相互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虽然等级制度的形式有所改变，但其影响依然深远。例如，在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员工对上司的服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这种等级制度的形成与日本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在古代日本，资源相对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为了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应对外部威胁，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成为必要。等级制度通过明确每个人的角色和地位，减少了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混乱。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在等级制度下可以获得一种安全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种对秩序的追求和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使得等级制度在日本社会得以长期存在。对于我们理解日本社会来说，认识到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在商务交往中，如果不了解日本企业内部的等级结构，可能会在沟通和合作中遇到障碍。例如，在与日本企业进行商务谈判时，尊重对方的等级顺序，准确地与相应级别的负责人进行沟通，会让对方感到被尊重，从而有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照搬日本的等级制度模式，但可以从这种对秩序的重视中汲取经验。在团队管理中，建立合理的层级结构和职责分工，可以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减少内部矛盾。书中提到，在日本，身份地位是永恒的主题，它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社会。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等级制度在日本社会中的核心地位。2. 恩与报恩，人际关系的纽带。在日本文化中，恩的概念无处不在，它可以理解为一种债务，一种人际关系中的责任。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各种恩，如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教育之恩、上司的提携之恩等。而报恩则是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核心行为准则，人们会尽一切努力去偿还这些恩。这种报恩的行为有时候甚至会超越个人利益。例如，在企业中，员工对上司的报恩意识会促使他们努力工作，为公司的发展尽心尽力。
恩的观念与日本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紧密相连。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恩成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的重要纽带。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们对恩的重视源于对失去社会支持和归属感的恐惧。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报恩，就会被社会所排斥。这种社会压力使得人们积极地履行报恩的义务。同时，报恩的行为也能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因为它体现了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跨文化交往中，理解日本的恩文化对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当我们与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对方给予了我们帮助，我们要及时表达感激之情，并且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回报。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是维护良好关系的关键。在商业合作中，认识到日本企业对合作伙伴的恩义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合作的机会。例如，当我们与日本企业合作开发一个项目时，如果我们能够在合作过程中体现出对他们的尊重和感激，并且在合作结束后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在未来的合作中，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借鉴报恩的理念，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际关系，培养感恩之心。书中写道，恩在日本人的一生中如影随形，它是一种债务，一种必须偿还的责任。这句话深刻地诠释了恩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忠与孝，道德的核心。忠与孝是日本传统道德观念的两大支柱。忠主要是指对天皇、国家、上司的忠诚。在历史上，日本武士对主君的忠诚达到了极致，他们可以为了主君的荣誉和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孝则是对父母的孝顺，包括对父母长辈的尊敬、赡养等。这种忠孝观念在现代日本社会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企业中，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很高，他们往往会将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忠孝观念的形成与日本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体制有关。在古代日本，家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单位，家族的延续和荣誉是至关重要的。孝是维系家族关系的基础，而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对天皇的忠诚成为了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忠诚和孝顺的行为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归属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通过忠诚于国家和上司，个人可以融入更大的集体，获得集体的认可。通过孝顺父母，个人可以履行自己在家族中的责任，获得家族的尊重。在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模式时，认识到忠孝观念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在国际事务中，日本对于盟友的忠诚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中文化的影响。例如，在与美国结盟的过程中，日本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这其中就有忠文化的因素。在企业管理中，理解和利用员工的忠孝观念，可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企业可以通过强调公司的荣誉和集体利益，激发员工的忠诚度。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虽然我们的文化背景与日本有所不同，但可以从忠孝观念中学习到对责任的担当和对集体的热爱。书中提到，忠与孝是日本道德的基石，它们如同两根坚固的支柱，支撑着日本社会的道德大厦。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忠孝观念在日本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名誉与羞耻是行为的驱动力。在日本文化中，名誉和羞耻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日本人非常注重个人和家族的名誉，为了维护名誉，他们可以做出极端的行为。例如，在古代武士社会中，武士如果遭受了侮辱，就会选择切腹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名誉。羞耻感在日本社会也无处不在，人们会因为自己的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而感到羞耻。这种对名誉和羞耻的重视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社交行为以及价值判断。名誉和羞耻观念与日本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和高社会规范的社会中，个人名誉与集体荣誉紧密相连。羞耻感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控制机制，它促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们对名誉的追求源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社会认可的渴望，而羞耻感则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体验，它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期望。在跨文化交往中，理解日本人的名誉和羞耻观念对于避免文化冲突至关重要。例如，在与日本人进行商务谈判时，要注意避免使用可能伤害对方名誉的语言和行为。在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尊重日本人的文化习俗，不要因为不理解他们的行为而让他们感到羞耻。在企业管理中，利用员工的荣誉感和羞耻感，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例如，企业可以通过设立荣誉奖项、表彰优秀员工等方式，激发员工对名誉的追求。对于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让员工产生羞耻感，从而改正错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借鉴名誉和羞耻观念，可以让我们更加注重自身的行为规范，提高自我约束力。书中写道，名誉是日本人视若生命的珍宝，而羞耻则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句话生动地体现了名誉和羞耻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菊与刀文化的双重性。菊与刀是日本文化中两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元素。菊代表着优雅、美好、柔和的文化元素，如日本的传统艺术、文学、服饰等。这些文化元素展现出了日本民族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而刀则象征着武力、力量、残酷，如武士道精神、战争中的行为等。这种双重性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例如川端康成的作品《雪国》充满了对美的细腻描绘，而像《平家物语》这样的作品则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武士的英勇。这种文化的双重性反映了日本民族性格的复杂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既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吸收了儒家思想、佛教等文化元素，形成了柔和、优雅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因为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因素，形成了尚武、坚韧的性格特点。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双重性可能与日本人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关。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挑战时，日本人会展现出刀的一面，以强硬的态度和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他们则会展现出菊的一面，享受生活的美好。理解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可以通过欣赏日本的传统艺术、文学作品等菊元素，感受日本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要了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等刀元素，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在国际事务中，认识到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日本的行为。例如，在国际冲突中，日本可能会因为其刀的文化因素而采取强硬的立场，而在文化交流等和平领域，日本则会展现出菊的一面，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欣赏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书中提到，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菊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而同时又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通过对菊与刀的深入解读，我们对日本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严谨，感受到了恩与报恩的力量，领略了忠孝观念的深厚底蕴，也体会到了名誉与羞耻对人们行为的深刻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菊与刀交织而成的独特文化景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让我们了解日本文化，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不同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和理解不同的文化。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去阅读《菊与刀》这本书，去深入探究日本文化的奥秘。当你翻开这本书时，你就像是在开启一场跨越文化的奇妙之旅。在旅途中，你将收获知识、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而我们的责任是去探索和理解这种多样性。让我们一起走进菊与刀的世界，去感受日本文化的魅力，去拥抱这个多元的世界。希望大家在阅读这本书后，能够对日本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将这种对文化的理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